厨拿起刀想切开龙虾，却突然发现龙虾底下有什么不明液体。他想拿起龙虾一看究竟，可下一秒，被喷了一身的大厨生气地叫了学徒来处理掉龙虾，可学徒却在处理的过程中也被喷了一梭子。当他们都以为这只是龙虾死掉了而已时，大厨在下班的路上突感全身无力，他以为只是上班太累，坚持着往家里赶，但他还没走出几步就突然倒地，口吐大量黑色液体，并在随后抢救无效宣布死亡。这就是由权力游戏团队最新打造的科幻灾难片《种群》。该片一经上线就获得一致好评，看过的网友都表示，原以为这只是普普通通的片子，却没想到越看越上头，剧情更是没有一句废话温馨。或许海底真的生存着高智商生物，随着人类逐渐污染海洋同样也已经开始对人类做出了反击。这一切还要从一个即将出海捕鱼的渔民说起。男人本是这个村落最有能力的渔民，每次出海他都会前往更深的海域进行捕鱼，这一次也同样如此。危险也偏偏是这一次到来的。就在男人撒下渔网期待着能捕大鱼的时候，却没想到回收的渔网怎么也拉不动。随着他猛地一用力，男人也被反作用力拖进了海里。他并不想丢失自己赖以生存的渔网，于是便开始下潜试图将渔网拿回来。然而他才刚潜到水底，却突然光线开始暗淡了起来。他一抬头才发现头顶已经被密密麻麻的鱼群包围，而此刻他想逃生已经来不及了。男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鱼群将自己淹没。而后，在海边的一处观测站内，一名叫查理的生物学家突然收到潜航器故障的信息。为了重要的观测数据，查理赶忙前往信标所在地拿回了观测器。在技术人员的检查下，才发现是漏水造成的电路板损坏。重新安装上新的电路板后，查理又和助手兼男友前往目标水域重新投放。可他们才刚放下潜航器，男友突然发现水面上漂浮着冒白烟的白色块状物。查理不慌不忙的就将这个物体捞了上来，然后用打火机一点就轻松点着了。It's methane hydrate。甲烷水合物也叫可燃冰，它是由藻类死亡后下沉在海底不断累积而成，分解的时候会释放甲烷，所以会因低温而结冰，通常会很难遇到它们脱离整体浮到海面上来。Looks like a hell of a lot. More than just a few pieces. 这么多的可燃冰浮出水面也是惊呆了查理，因为从事海洋生物保护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情况。为了探明原因，查理将这些画面录制后发回去给了总部研究。而在另一处的海边，一头满身诡异伤口的虎鲸被冲到了岸上。为了查明原因，同是海洋生物学家的莱昂根据风向来到了一处海湾。通过经验老道的渔民，他了解到2个小时前他们出海的时候，确实有一头虎鲸对他们渔船发起了攻击，并严重破坏了船只。为了自保，渔民只好用镰刀和刀叉进行反击。或许正是海滩上的那头，但这些又再次让莱昂头疼了起来，因为虎鲸是群居生物，它们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，那又是什么东西致使它发狂的呢？莱昂百思不得其解。为了查明原因，莱昂开始日夜监听周围海底的情况。终于在这一天，他终于探到了虎鲸群的再次出现。于是他立马收拾准备出发，然而他却没想到，就在附近的一处港口，一艘观鲸船也同时出发了，并且目的地和莱昂一样。莱昂来到海面上之后，也开始放下监听器监听鲸群的动向。可就在他沉迷的时候，一头座头鲸突然从后面游了过来。座头鲸在莱昂的船边停留，盯了他好一会，接着又不动声色地离开了。本就不是为座头鲸而来的莱昂并没有管那么多，他继续注意着虎鲸的动向。可也就在他拿起望远镜观察的时候，他突然发现了观鲸船的身影就在鲸群前进的路线上。见状不妙，他立刻驱船前往提醒。这时座头鲸已经开始在观鲸船周围开始表演了起来，然而船上的乘客却全然不知危险已经逼近。这时莱昂也来到了坠船地，虎鲸群同样也已经紧随而来了。一时之间，所有人都开始与死神赛跑了起来。最终莱昂还是没能救回所有人，即使海洋发生这么多的异变，渔民却丝毫不以为然，他们仍然捕着他们的渔获。水底的一只龙虾就被他们捕走，并被酒店采购买了回去。接下来也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。对于大厨的死亡，医院却查不出任何原因，甚至他口吐的黑色液体也不知道那是何物。一名叫斯嘉丽的女医生为了探明真相，于是就找到了该酒店的厨师。经厨师介绍，他也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知道这些后，斯嘉丽又马不停蹄前往寻找那名也被喷了不知名液体的学徒工。可现在学徒工家里却空无一人。经过斯嘉丽的寻找，他最终在卧室找到了他。
另一边，为了查明可燃冰为什么会异常浮出水面，查理的公司也派遣了科考船前往实地探查。随着探测机器人下潜到海底，他们也发现了海床上多了很多不明蠕虫，它们成群的趴在可燃冰上。看到此景，他们认为或许是这些蠕虫的原因，所以他们就将一些蠕虫带回来了研究。通过显微镜的不断观察，科学家发现这并不是现有记载的任何生物，它们就像外星生物一般突然出现在了海底，甚至通过观察发现，这些蠕虫的繁殖和生长能力都非常强大，已经远远超过了地球上的所有生物。它们是怎么出现的也无从知晓，甚至它们好像集体都在啃噬可燃冰，并且会一直前进直至死亡。而它们身上好像还携带了什么不知名物质，导致即使它们死亡之后，这些物质仍然腐蚀着冰层。整个公司的科学家都对此做不出任何解释，无奈他们又只好决定启动科考船前往。 And Aaron, I want you to go with them. Happy to. 但这次他们不再是只在表面观察，而是直接打算赶在蠕虫之前钻破冰层，看看底下到底有什么。可随着钻井的不断进行，他们突然听到了什么异样的声音，紧接着科考船就开始抖动了起来。这意外来得太突然，为了防止意外加剧，他们只好停止了钻井作业，然后留下一些人继续观察变化，其他人则回去继续研究蠕虫。这边莱昂为了探明虎鲸主动攻击人类的原因，也找到了一家货轮公司，并在这里见到了由木村拓哉饰演的总裁。因为就在不久前，他们的货轮在运货过程中不仅遇到了暴走的座头鲸，甚至还从海里带回来了从没见过的扇贝。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，莱昂见到了那个满是扇贝的货轮。经工作人员介绍，货轮在出发之前船体还非常干净，但才在海上航行了18天就布满了这些扇贝。Mind if I? We've got plenty to spare. 莱昂带着一些扇贝准备回去好好研究。也就在晚上的时候，留在海上的科考船却出了意外。只见一名科考人员正在录视频发抖音，却在录到一半的时候，电脑突然出现了故障，紧接着桌面开始抖动，监听显示器上又突然出现了大音量的波长，船体周围也出现了大量气泡。这一切都在说明，死神已经将他们包围了。也就在科考船出事的第2天一早，一对情侣正在桥上嬉戏打闹，他们在打闹中也失手将一本书掉到了水底。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随着书本浮出水面的却是大量的水母，并且数量多到直接遍布了整个港口。这边为了探明大厨和学徒死因的斯嘉丽，也将他们的血液拿回了实验室进行显微观察。通过和正常血液的对比，斯嘉丽发现他们的血液中都多了一种创伤弧菌。因为在正常人的血液中，人体的免疫细胞会消灭弧菌，但这2人血液中的创伤弧菌居然杀死了他们的血细胞，并且速度极其惊人。明显这是一种新型的病菌。 You're lucky no one else has contracted it. There have been other people infected. I just heard this morning. None of them survived. 这边将扇贝带回实验室研究的莱昂，经过研究后也发现，这种拥有蠕虫般牙口的扇贝不是地球上任何一只贝类，并且通常的贻贝一般是不会游泳的。那么它们是怎么快速附着在货轮上的，就又成了一个谜团。对于这个谜团，莱昂又想起了海滩上的虎鲸，于是他就申请了对虎鲸进行解剖观察。 Sure an orca's big enough for your first time? No problem. Fine. But they're your responsibility. 随后在海滩边就地解剖，莱昂取出了虎鲸的大脑。继续通过解剖后，莱昂发现虎鲸的大脑里出现了一种白色类似真菌的物质。这种迹象表明，海洋中似乎有一种不知名的真菌正在改变着海洋的形态。同时间的一处洗车店内，一名洗车工上一秒还在开心着工作着，下一秒却突然开始乏力迷糊了起来。 随后，这个男人被紧急送进了医院，跟大厨一模一样的症状，并且这种病状到目前为止已经是第12起了。收到这个消息的斯嘉丽似乎想起了什么。 The garbage disposal. 是的，垃圾处理机，因为那龙虾被学徒工打碎丢进了排污系统，所以很可能这个创伤弧菌已经跟随着水源进入了自来水系统。可他话才刚说完，医院里面顿时就又多了大量的病患。 这时候知道了虎鲸主动攻击人类的原因后，莱昂又开始在地图上研究起了所有被攻击的地点。只见他在地图上用炭笔轻轻这么一划，就知道了虎鲸的攻击规律。Should have seen it before. This is the migration route. All the attacks are happening along it. 知道这些后，莱昂又驱船来到了一处地点，然后穿着泳衣就跳了下去，紧接着就游到了一处座头鲸的栖息地。而此时的座头鲸都全部在倒立睡觉，这也正是莱昂行动的主要原因。他趁着座头鲸还没醒，就将一个监视器贴在了他身上。可他才刚安置好，座头鲸居然在这时候全部无征兆的苏醒了过来。见状不妙，莱昂赶紧解开腰上的负重上浮逃命。
他们成功逃出了座头鲸所在的海域。随后通过一连几天的等待，莱昂终于收到了监视器发回来的信号，于是他立马驱船前往带回了浮在海面上的监视器。回到实验室后，他们又立刻对拍摄的视频进行观察。在视频中，座头鲸一路向前游行，并且一切都非常顺利。但当他们来到一处水域的时候，却突然开始集体下潜。 Do you usually dive this deep? No, never. 随着座头鲸的一路下潜，海底也开始变得漆黑无比。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发现就在前方的深海中，居然出现星星点点的亮光，甚至座头鲸越接近亮光就越亮，仿佛海底有着一座繁华的都市一般。